色海边，天外空飞，阳光却像海面美丽鲜艳。让我们一起去橘色海边，好想坐在，想到你时我就不顾一切，用力拥抱到永远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我叫马上到，性别男，晒黑指数，晒黑指数，我晒的都脱皮了，晒黑指数。所以我的晒黑指数，我少说也得4颗星吧。舒适指数3颗星，还是挺舒服的最近。这3个在这，圆润指数，我贴一下我的脸，还有1点吧。圆润指数，但是我感觉我也没变，2颗星吧。沙雕指数，对自己堆沙子的技术满分。Cool。满分。产出指数，录制期间社交平台活跃程度，发了好几条吧，2、3条，差不多。那就给我自己3颗星吧。技能指数，短暂学习冲浪对自己打几分？我没去，所以不打分。技能指数没有，不选，不选。社牛指数，我也不社牛。想起来了，在岛服的时候没砍价，随便社恐是吧？社牛指数0，但是我们跟我跟真远还有小丁儿，我们3个去买岛服的时候，那个人问我们是不是3胞胎，我们说是，他说哎呀真好，1颗星吧给自己。大胆指数。做了好几次那个三亚，做了好几次那个滑的那个水激流勇进吧，那个还挺爽的。大胆指数浅浅2颗星吧，3颗星吧。帅哥性别神仙，晒黑指数。这差不多吧，我不容易被晒黑啊。放松的指数，4颗星吧。啊，每天起床都能看见美丽的太阳，然后还能去海边玩，晚上还可以去晚上吹海风啊，各种各样的，还挺好玩。它是热带风茶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冰红茶热带风味。果然痛快。康师傅冰红茶。圆润指数，选一处肌肉，露出确认是否健在。这个怎么露出啊？咬肌。健在。圆润指数0颗星。沙雕指数0颗星。对自己堆沙子的技术打分哦，那5颗星了，5颗星。产出指数肯定有经验啊，必须有啊，有啊，2颗星，3颗星，不5颗星。这么积极。技能指数，短暂学习冲浪，对自己打几分
那肯定5分啊，我最强，好不好？社牛指数以具体事例为准。当时跟小张、马哥出去啊，我们还没开始穿岛服，我说哎，我们要不去换个岛服？然后我们进去，然后那个店家说，哇，3个小帅哥，你们是亲兄弟吧？我说对啊，我们3胞胎一下就生出来了。社牛指数5颗星，大胆指数以具体事例证明自己胆量是否真。深海恐惧症也。深海的话，自己跳入深海，那给自己2颗星吧。姓名，这需要写吗？还有更过分的性别需要写吗？晒黑指数，手与未被晒过的皮肤对比为证。没被晒过，这里也被晒过。对比，哎呦，这么黑啊！2颗星吗？舒适指数，给个2颗星吧，2颗半。圆润指数3颗星，因为确实长胖了，去三亚，在三亚吃的太好了，我只能说。天天吃龙虾，没有天天吃龙虾，我们没有这种待遇。天天看着工作人员吃龙虾。沙雕指数什么鬼啊？对自己对沙子的技术，哇，那必须5分了。产出指数，我觉得是2颗星吧，因为我不怎么活跃。技能指数，我打个4分吧，因为我天天有看教学哦。社牛指数我怎么知道？我社恐呀，我怎么会社牛呢？你想去买什么吃的吗？去吃臭豆腐，再叫个人。不打分了，打一分，给我个面子。大胆指数，我还挺大胆的，在那个水上冲浪，海上冲浪，我自己待在海上，居然没有害怕。我看到旁边有个水草移动过来，换做去三亚之前的我肯定被吓死了，但是这次我没有怕，因为我看错了。晒黑指数1颗星吧，舒适指数1颗星吧，很难受在那边待着，又热，蚊子又多。圆润指数显著肌肉露出，合适吗？合适吗？我就给大家展示我手上的这一块小肌肉吧，还在，也1颗星吧，那就。沙雕指数，哦，对自己的堆沙子技术，1颗星吧。低调嘛，就是对低调呀。产出指数，我觉得还好啊。我觉得应该5颗星的，我很活跃的。暂时短暂学习冲浪对自己打多少分？5分的没问题的。社牛指数的话5颗星。不知道，就是想打5颗星。然后社牛可能就是跟别人交谈吧，跟陌生人。比如教练嘛，这第一次见面就跟他交流，然后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对。这多少钱啊？20的少皮，你不加什么呀？大胆指数5颗星。OK， 姓名大帅哥。性别男。
晒黑指数5，是可以自己随便填的吧？是可以自己随便填的吗？我觉得还是确实有点黑啊，所以我要填个5。舒适指数1，开玩笑的，给个3吧，因为虽然玩的还不错，但是也玩的一般。圆润指数啊0，这咋展示啊？给你展示这块肌肉。沙雕指数，为什么要叫沙雕指数啊？那就5吧，必须是5啊。虽然我没怎么对吧，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是在深藏不露。产出指数5啊，我还有好多物料没，我还有好多照片没发呢。技能指数肯定是5啊，教练都夸我。社牛指数，社牛嘛，这次社牛嘛，我记不得了。我一般在有一些情况还是社牛的，所以说给自己打个4吧，因为还有1分的进步空间。大胆指数个3吧，我还是不敢什么像蹦极之类的，虽然这次没有。张哥要上吗？张哥要上，得下来一个人，最多6个人。好慢，你在下面等我们。哎，好吧，没关系啊。哇！谁要去正面，别自己去，我不去。我不想去了，张哥不去。不要啊！过去啊，过去。张哥不想去了，快来嘛！张哥又被我嘲讽的，张哥。你有遗憾呢，你有遗憾。我完了，我又是背面。张哥，快来！啊！我不是不敢，其实我是可以玩的，但是吧，我是不想一天来那么多次。我是觉得我的这种失重感我已经体验过了，它再怎么也就是那种失重感。你让我一直失重，我受不了，有点就是。作为本次夏令营的体验用户，我来填你们的回访问卷了。姓名，你连我叫啥都不知道，你别问我了。Cool。回东西，请看我是谁，性别未知。晒黑指数，手与未晒过的部分的比较，其实没怎么黑，实话讲，我给1个角，算了，给3个角吧。圆润指数，给你一点点就行了。产出指数，2颗星吧，我觉得。社牛指数，你是可以说的。我和张哥，别人比我更社牛，所以说这个1个角最多了。舒适指数，沙雕指数，沙雕指数给1个角。我实话讲，我的沙雕指数我觉得是可以拉满的，就是堆沙子技术真的，我觉得这是可以打到满分的。然后技能指数，我觉得是可以打1星的。大胆指数，我胆量还需要进步吗？直接拉满。我胆量还需要进步吗？姓名男，性别贺峻霖。OK， 很炸裂的一个开场。什么东西啊？晒黑指数。别人天天给我发这玩意儿，问我你怎么了？你最近是？还放出了对比图给我看，要对比吗？看看啊。
帮我联系一下，给我手上抹点东西，打点东西吧，要不然。圆润指数1颗星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其实之前这儿有肌肉，不过去了一次之后就没了。产出指数，我给自己打3颗星吧，3颗星。就有些图我还没发。好吧，要拍一张吗？想拍一张，拍个拍。谢。金头花都在底了吗？金花花就吗？社牛指数，那必然是5颗星。那天我和苏亚轩他们不是有个东北大哥在那儿卖臭豆腐吗？要不要辣椒的？要。微辣吧都。臭豆腐臭吗？啊？得臭吧这。臭了越臭越香。那我爱吃。舒适指数，在三亚感觉放松的程度，打3颗星吧。明明第一天去的时候睡到了下午1点，3点开始化妆，第2天就11点，第3天就9点，8点多去做那个激流勇进，人家园区都10点才开门，我们8点去。我感觉我不是活在东八区，现在就完完全全的活在了早八区。沙雕指数5分吧，因为我筑起的第一道防线总是那么坚固，总是那么坚不可摧。技能指数打5分，也算是成功了一下吧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尝试还是很不错的，打5分。大胆指数5分，大胆指数我觉得我无需多言。我需要再说些什么吗？不需要哈。不满意。不满意。我要做一个欠打的甲方，不满意，但也无建议。Cool， 不满意。其实玩的还行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没玩到，我是觉得主要是这个不满意的点。就是别人一看我这个不满意，就证明我很尖锐，那就不太满意吧，还是留点情面哈。还行吧。然后对，我没有什么建议。还不错，我觉得搞辆房车就很好了，租一辆房车，带着我们去国道，在国道上旅游，看西藏。满意，但是没有潜水。我给出的意见是，总体来说是不错的，但需要归纳总结问题来运用到下一次的实践中。建议下一次不要这么激烈。项目都是这种项目啊！太刺激了，今天晚上才做完那个，过来就这个啊！建议下次以平静为主题，夏令改名叫平静营。那能干的事情太多了，比如说，大家一起晒太阳，得来点刺激的活动，是吧？那些没有彰显我们年轻人敢拼敢闯那种勇气，得彰显。刺激的项目，我们比如说什么赛车啊。平静，跳伞啊，晒太阳，这玻璃栈道啊，晒太阳，冲浪啊，这都有啊。晒太阳。我觉得我说我吧，因为我好像
有在一些 APP 上做过一些攻略。要想啊，因为在跟他一同出行的时候，感觉他能给我方向，他能给我导航。最佳向导是张哥吧，我跟张哥出去的还比较多，出去吃东西啊、玩啊啥的，所以说写张哥吧。张哥吧，因为张哥经常带我出去玩，而且他还带我去夜市吃东西。是我自己，是帅哥，因为我看了很多攻略呀，而且因为我有同学在三亚，然后我每天晚上我都会问，哎，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各种各样。那家椰子鸡，哇，真的棒，绝！然后还推荐了那个叫榴莲炒冰，应该是也特别好吃，还推荐了一家烧烤，绝，一绝。丁哥吧，真的棒，绝！小丁，绝，一绝。那顿饭好吃。兵哥吧，我记得他在我们一起出去玩的那天，一直在设计要去的地方，叫他丁导吧。Cool。丁导，看到最坑我就想起一个人啊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原因，我就想写他，算了，没想起，一看就坑。我写小贺，请列举事项。他说我坑。来。一看就坑。最坑选手刘耀文啊，因为最坑选手让我想想，为什么他是最坑选手？因为他看着就很坑。张哥，他随时随地都想让大家失身，都想让大家跳进泳池。翔哥，因为他让我们不是下去玩水吗？头发他打湿了，他翻的，他想让我也翻。最坑的应该是我吧，因为我老想让大家一起试水，我老想把大家推到海里面去。说怎么翻了？心中的 top 穿搭，都画好潜水服了。谁啊？哦，在录。蘑菇。我还要录这个吗？那我可以跟马哥一起录吗？你画什么呀？我在画我的潜水服啊，感觉画成个忍者神龟了呢，不太对劲。我来帮你添一个。你这个有病啊！干嘛？酷啊！你试一下。我想想，我没有穿过什么衣服哈。就画得很抽象，但那一次确实，但那一次没有带护额，那一次因为护额太挡视线了，然后也不是为了拍照啥的，那个主要后面还要那个进行一些活动啊啥的，但那一次确实也是蛮喜欢那次。top 穿搭肯定是我的选掉全奖。太困难了。岛服，这是我觉得最好看的岛服。OK。一个花衬衫，我们在下岛服，穿
上就变倒霉。太阳，哇，太阳！我选一套最性感的。哦，我喜欢那套黄绿的那个，我自己买的那套，上面好像很多柠檬吧，我记得，还有一些叶子。当然是穿救生衣的时候啊，穿救生衣的时候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件，反正就。OK。让我们一起去橘色海边，挥霍的是背对地球奔跑这个瞬间。让我们一起去橘色海边，明亮的出。我想想吃饭。我觉得冲浪吧，首先是冲浪吧，冲浪吧，去捕鱼吧，还是挺新奇的一次旅程的。游乐场吧，因为从那一天开始，就突然变了一个人，变成了真正的勇士，不坐过山车和跳楼机的勇士。踏上回北京的航班，最满意了，真的，因为终于不用被蚊子咬了，终于不用就是被那个咸咸的海水呛到了，对，是我觉得最开心的。椰子鸡，吃了椰子鸡，爽死了。大家可以去吃那个椰子鸡，好像是叫。就是腾冲拍完之后，然后大家都回去之后，我丁哥也好像留在了海南，然后第二天就去，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吃了椰子鸡，爽死了。很嫩，感觉吃的不仅仅是一种味道，而是一种真正旅行的自由感。感觉那个椰子鸡进口的时候入口即化，而且那种自由的感觉已经充斥在整个气温里，蔓延到我的呼吸道，让我感觉到十分的放松。他们店调配的一个佐料，然后你去蘸那个就很好吃。那个汤料那个也非常的鲜嫩，然后一口喝下去，感觉椰子鸡的味道就在我胃里打转。当老板把叶子送过来的时候，一口下去，那股甘甜的感觉也在我的味蕾上跳动。清补凉吧，清补凉是真的好吃，好吃哇，好吃。榴莲炒冰，贼香，嘎嘎香，太香了。蒜蓉龙虾，三亚的龙虾太好吃了。如果一天不吃龙虾，我就会疯掉。在三亚，不吃龙虾我就会死了。快给我龙虾！必然是海南鸡饭，巨好吃，怎么能这么好吃呢？我就推荐这个。我做的。谁没吃到就是他的遗憾。此夏令营最快乐和幸福的瞬间，看烟花。就是看烟花的时候，那烟花巨美。看烟花的时候，哦，其实这天去那个游乐园其实也蛮有意思的。对，吃到榴莲炒冰，看着那个一道道菜上来的时候，是我最开心、最幸福的时候。那个龙虾，还有那个螃蟹，还有这么大的皮皮虾，口水都要流。冲浪吧，虽然说我没有很成功的去完成这个东西，但是挑战那个一瞬间，我觉得就很开心很满足了，因为确实是一个自己很想玩的一个项目。之前来海边的时候。就跟家人这样去试这个，但当时年龄太小了，不让我试。对，在海边吹着海风的时候吧，就是很静谧，感觉像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。在海边吹着海风啊，肆意的奔跑，也是一种自由和
真的好吵啊！虽然是我一直在动它。最幸福、最快乐的瞬间是，张哥落水的时候。慈祥林最让你抓狂的事情是什么？让我抓狂的事情是看到孙亚轩。你想一想我们最后一天离开三亚的故事。恶心，吐！从小小狗吐回来。都报答。最让我抓狂的事情是晒伤。其实三亚还有很多很好看的地方，很好玩的设施都还没有去，对，让我很抓狂。对，想去挑战更多好看的，而且三亚也有跳伞的，还有滑翔的，就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。滑翔的可以从海岸线这样飞过去，特别美。腿毛被刮了，你看，腿毛被刮了，所以我才在这里特意画我的腿毛。没事，还会长出来的。我可爱的腿毛。抓狂难道不是被蚊子咬了，咬醒了吗？本来就没有睡多久觉，要被蚊子咬醒了，起来找蚊子，就已经到那种地步，必须是往那个手电筒打着，我就这么睡，我听到有声音了，就是巨难受，对，其他的都还好，对。最让我抓狂的是我在某个环节的时候，挺恐怖的，就觉得那一瞬间好像自己不是自己了，需要开始发动自己已经隐藏已久的能力了。哎，这说的好像我是什么能力者一样，但是毫不夸张的说，确实是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就是很多不确定因素嘛，就太多的就是外界的因素带给我们的影响太大了，这玩意儿你就没办法，本来很快能完成的事情，因为一些东西原因，所以推迟了，甚至直接不拍了，所以这令我蛮抓狂的。我会觉得自己的时间浪费掉了。对，是洗澡的地方顶上是露天的，可以吗？我的表情。这种超前的录制，我觉得是溜，我的评价是2个字很溜，3个字非常溜。OK。其实我们这相当于去了一个夏天，我觉得就是露牙笑吧。早穿棉袄，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，这是新疆是吧？但确实三亚的天气是早穿棉袄，然后午穿纱，那这样打着冷颤，然后穿着短袖，吃着雪糕，炽热的笑容，还有一点疯狂，像魔鬼一样，但是也有一些丝丝的无奈。什么话？我怎么知道？合在一句话，别。谁？点。等一下，我的口出狂言，怎么回事？太阳你好，我是星星，别晒我，我们是兄弟。没错。我感觉去了一个更奇怪的地方。现在脑门一句话，那是不是算纹身了？我觉得不需要叮嘱，好吧？这就是强者，好吧？开玩笑，没有什么好叮嘱的。看老师上一句话就是早点睡觉，
少吃海鲜，啊，多吃海鲜，不行，没必要。那就早点睡觉吧，就是。想做什么做什么吧，不要受局限。没事儿，任何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。一切会更好。OK， 为什么会写这个字儿？就是，就是有一个期望想，就是，给他告诉自己已经很好了，一切也会变得更好。对。第二天其实可以不用起床。可以尽管写下来，反正也可以实现啊，反正也不一定可以实现。那我先把你们这句话划掉，可以写下来。反正也不一定可以实现，那我就放心大胆的许了。想去北极圈儿，想去冰岛啊，去火星拍摄。对，反正也不一定可以实现了，那就做最大的。我们下一次去火星拍摄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去搞那个，到各地去找吃的那种，吃令吧，变成吃令。我觉得可以去出次国吧。下次咱们去国外吧。我下一次我要出国，想去马尔代夫。残酷的消息是我没有。只有你一个人是4到7比15的余额。那你就给我升级呗，人家航空公司都能。那我不抽了，我不在乎。那我可以参加大奖特奖。现在可以想一个奖，然后我们会发奖池里，到时候你可以去抽。100万。好，就这。他们还有更厉害的是吧？1000万大一点。我只想抽1000万。我要取一个实际一点的，像丁哥这种就一看就实现不了的愿望。我的话要求不多，那我就2000万吧。3元，什么奖？快点行不行啊？你快点，你给我说一个，给我说一个。说啥？给我说一个厉害的。你是？其实我们不要这种想要什么，我们就来点实在的，实实在在的，让人开心的，啊，让人能体验到啊，让人眼前放光的，让人人都喜欢的，人人都喜欢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可以都来点。想什么奖啊？让我老师的演唱会，抢不到票，抢得到票吗？我要一把电吉他，我要一把，算了，有点贵，4090，然后组装好的，我要组装好的，对，大概价位在3万多左右，反正我抽到里面要贵的，给的。他们取得很强吗？真给吗？那不可能，我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呀！我不相信你们这个团队能拿出1000万来。快点吧，就要个新生器就够了。新生器？打扫一下你们宿舍。下次拍综艺也不存在什么热宝不热宝的，就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就我一个人，就是那种他们都有什么限制什么余额的，我就是那种无限制的那种。真无穷那种，随便消费。那我要限制张哥一下。好恶心，杨洋。抽到这个的人在下次综艺录制中有权利免除其他人的特权5次，不7次。比如说我们1次录1期嘛，那一期那个人不能有使用特权。然后张哥那个不是说他不受限制嘛？我觉得就可以抵消掉他的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帮你们做个事儿，你们给我加3个。行，我那天给你们打零工，行吧？奖励3个热宝，然后我以最低的这个8个呢，就参与了这个
王者局的这个抽奖，行吧？行吧。我的愿望是，我也不说大了吧，你们给我搞个北京车牌吧。我想接手时代风云1天。哎呦，鬼鬼，是这个吧？这够大奖的了吧？这样。